如果你还把特斯拉的储能仅仅理解成卖电池、削峰填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特斯拉已经把储能做成了两种溢价的生意：交付确定性溢价和市场变现效率溢价。直接看数据，特斯拉在2025年 Q4 季度储能部署是14.2吉瓦时，创下了单季度纪录。2025年全年储能部署是46.7吉瓦时，对比一下2024年的储能部署是31.4吉瓦时，一年的时间里有将近50%的量级增长。你还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小副业吗？今天我们不聊化学，不聊电池怎么充放电，只探讨一个投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电池，特斯拉能拿到更高的确定性和更持续的利润结构？新能源投资最大的现实不是需求，而是交付。你把一个项目从计划书变成现金流，最稀缺的往往不是设备本身，而是并网资格和时间窗口。这部分内容我在这个系列最初的2期视频里提到过，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回去看一下。这里我们看一组数据，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做了全美并网队列统计，截至2024年底，在美国大量仍在排队的项目中，从并网申请到商业投运的中位耗时，在2000年到2007年这个时间段还不到2年，到了2018年到2024年这段时间，中位耗时已经上升到了大于4年。问题是，不止排队等待的时间翻了1倍，更关键的是，已经拿到草案正式并网协议的容量里，还有408吉瓦没有进入商业投运。这2组数据的含义是，并网本质是一张极难拿到且极容易过期的入场券。拿到券不等于开始赚钱，你还得在窗口期内把工程做完，把系统跑起来。我直接用一句大白话解释：当全行业最怕拖期的时候，谁能把项目按期做成，谁就能卖出溢价。你可以把它类比成，你抢到了一个演唱会场馆的黄金档期，这个黄金档期就是并网资格。但如果你因为舞台、灯光、安保等等这一系列工作没按时搞定，那么场馆就会让你改期，甚至直接取消。你前面的投入全部都变成了沉没成本。在电力项目里，拖期意味着什么？首先就是现金流推迟，内部收益率直接崩塌，还有就是罚款、保证金、重新排队等等一系列风险。虽然不同地区的规则不同，但是错过节点要付出代价是共通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现象，资本愿意为按时投运的确定性付钱，这就是交付确定性溢价。这里开始进入特斯拉的强项：标准化加系统集成加工程经验复用。储能项目不是买几块电池就完事儿，变电、并网保护、热管理、控制系统、调试、验收、消防等等，它是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特斯拉在2025年 Q3 的披露里讲得很直接，他们推出了 Megablock， 一个预工程的中压电池架构，把4个 Megapack 3集成在一个包里，目标是用硬件、软件、服务一条龙打包交付，通过降低部署的复杂度，达到更快速的并网和部署。注意啊，这可不是我吹牛说的夸张话，是他们高层自己说的。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更快的并网部署以及更低的成本。所以你把它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大于4年队列中位耗时放在一起看，逻辑就闭环了。电网拥堵让按期投运变得稀缺，而特斯拉的产品形态就是在卖市场上稀缺的工程确定性。很多人以为储能就是低买高卖的价差套利，这只是其中一层，而且往往不是最稳定的一层。真正决定项目收益上限的是，你能不能同时把多种价值流叠加起来，并且在实时市场里持续优化，也就是所谓的价值堆栈。而特斯拉对 AutoBidder 的官方定义非常明确，它是一个实时交易与控制平台，做市场竞价加调度控制，帮助资产所有者按目标和风险偏好最大化价值。特斯拉还把它写得更具体，可以做批发市场，比如说能源、辅助服务、容量，可以做输配电层上面的服务，还可以做预测、优化、智能竞价。还有下面这句，在项目并网后就能立刻获取收益，而且能在动态的环境中全天候运行。所以这里的关键不是秒级神话，而是
同一套电池，你如果只能做单一的价差，那你就是个普通的电池硬件。你如果能持续做多价值流的协同优化，你是在做资产管理。这就是第二种溢价，市场变现效率的溢价。好，抽象的产品概念我们到此为止。现在回到最开头的财报数据，从这里开始，我们不需要再讨论听起来对不对，只看两类硬证据。第一，特斯拉的量是不是在增长？第二，利润是不是在验证溢价存在？我们再回顾一下特斯拉的官方披露，2024年全年部署储能31.4吉瓦时，而在2025年 Q3，特斯拉披露的单季储能部署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2.5吉瓦时，而 Q4 更是再次创下纪录，达到了单季度的14.2吉瓦时。2025年全年部署46.7吉瓦时，较2024年同比增加了将近50%。这组数据就直接告诉我们两件事：业绩增长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实打实部署出来的。接下来我把溢价讲得严谨一点，溢价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相对概念。我认为它的可验证定义是，在交付规模扩张的同时，你还能长期保持显著高于同业的毛利结构。如果做不到，就说明你在打价格战，或者你的系统价值并没有被市场所认可。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10Q 文件，这里写的非常清楚。Energy Generation and Storage 的这个毛利率在2025年3季度为 31.4%， 高于2024年同期的 30.5%， 而2025年前9个月为 30.3%， 高于2024年同期的 26.6%。 同时，特斯拉解释成本端改善时明确提到， Megapack 平均成本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超级工厂的爬坡带来的制造成本下降，但也提到了关税带来的压力。再看看特斯拉自己公布的2025 Q3 的更新文件，直接说明了能源业务的毛利同比和环比增长到季度纪录的11亿美元，并提到了超级工厂产能的持续爬坡。当然，溢价要横向对比，我们拿几家最常被机构当作电池储能系统集成或者软件可比的上市公司做参照。你会发现，特斯拉的分布毛利率是与这些典型的系统集成软件玩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资格说，特斯拉很可能捕获了系统级的价值，比如说交付确定性、工程效率、软件调度带来的收益捕获等。而这些显著的成本结构优势，才是溢价生意的含义。而且这里有个重要提醒，这个分布的口径是 Energy Generation and Storage。这个分布是包含储能也包含太阳能的。我们做投资判断要盯的是趋势与机制，而不是把它误当成了纯 Megapack 的毛利。我知道观众朋友们肯定还担心一个关键问题，会不会我们在这分析的天花乱坠，结果特斯拉只盯着 Robotaxi、FSD 机器人，根本不把这块业务当回事儿。特斯拉在另一份 SEC 的10K 文件里对能源业务的描述非常直白，直接说明了这块业务的长期成功取决于销量的逐步增长，并且后面也提到持续提升储能产品的产能与能力，以满足高需求，包括 Powerwall 3的推出，以及上海跟加州的 Mega Factory 的爬坡。同时，这里也主动提示了风险，Megapack 的部署会在季度之间显著波动，以及需要维持足够的电芯供应，关税激励政策等也会影响成本结构。翻译成人话就是，特斯拉把能源业务当成长期增长的重要一环，但是它并不保证每个季度的数据都好看，它的瓶颈更像是供应链项目节点，而不是没有需求。最后给大家一个能落地执行的框架，不是喊口号。信号一，看部署量的斜率，要紧盯着特斯拉每个季度的储能部署。比如说2025 Q3 是 12.5 吉瓦时， Q4 是 14.2 吉瓦时。关注点是部署量是否能够维持高位并持续上行，而不是一次性冲高。如果连续2个季度的部署量明显回落，并且管理层将原因归结为需求走弱，注意啊，不是项目节点或者供应啊、物流这些问题。如果是需求疲软，那就有问题了。信号二，能源分布的毛利率是否能够站稳 30%。现在2025 Q3 的毛利率是 31.4%，
前9个月是 30.3%，而关注点在于这个水平能否在关税或者原材料波动下维持。毛利率如果掉回 20%， 且管理层解释为价格压力或者是竞争导致的结构性压缩，而不是短期的成本扰动，那就有问题了。信号3 Autobidder 的价值堆栈的兑现。特斯拉官方把 Autobidder 定义为实时竞价与调度控制平台，强调多价值流协同与保护。它的关注点在于管理层在季度更新或是电话会议上是否持续把收益归因到软件优化以及多价值流，而不仅仅是出货量。市场规则的变化或者是并网瓶颈的显著缓解可能会导致溢价被抵消。因为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之前也提示过，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改革正在推进，虽然在现在看来显示效果还为时过早。这期内容各位只要记住一句话：特斯拉储能的看点不是简单的电池，而是把电网拥堵变成确定性溢价，再用软件把收益捕获率做到极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价值，请不要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再次感谢大家来到 Insight Frontier，我们下期见。